我比他大6岁，觉得不太合适。本着我是想跟他分手，然后我就是算背叛他了吧。后来他知道以后，然后正好我就是又怀孕了嘛，然后他就不想要，但是我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他了。后来我就去医院了，我想留下他，但是我没有能力养他，我的父母都不支持我，我没办法，家里所有的人都不理我。我现在就想对他说，我这2年里我很想他，是我不对，但是我很想见他一面。来，掌声请出这对恋人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孙先生29岁，来自山西；女主人公张女士35岁，来自河北。来，有请2位。怕人害是吗，小孙？不是。那干嘛戴这帽子呀？我今天其实不想来的，导编找到我说，他这2年过得很苦，想见我一面，给我说清楚。啊，那你这2年过得怎么样呢？我朋友都说我变了一个人，他们都说我现在疑神疑鬼的。心里还放不下他是吗？曾经是，现在我觉得2年了，我应该放得下。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。你们哪年在火车上认识的？我们09年，当时就是他坐在我旁边，然后我们聊得挺来的。我们都去的济南，到了那边以后，就是相互留了个电话，然后又联系在一起吃饭，就是相互感觉都挺好，挺有缘分的，是吧？对对。坐火车坐同排是吗？对，7号、8号，就火车上就聊上了。因为在火车上，当时我也很伤心，他就是说了一些让我挺安慰的话。他当时坐在我旁边哭，我当时也挺好奇的，就跟他聊，然后他就说起来他上一段感情的经历，然后我就安慰他。就这么一安慰，就安慰好了呗，是这意思吗？后来到了济南以后，我们就是隔了有4、5天嘛，然后就下了班以后说一起吃饭，后来吃饭的时候喝了点酒，之后后来就在一起了。也就是说，下了火车4、5天之后，你们俩吃一顿饭，在酒后你们俩就把该办的都办了，是吧？不该办的也办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是，算是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表姐就是不同意我们俩，因为我们差6岁，我就跟她说我是不同意，我说咱就不要再交往了，她就不想分手，她又要想那个自杀，她当时买了一把刀。他买一把刀。兄弟，你买刀干嘛呀？当时？他也打电话来说不合适，我在他家楼下等了1夜，我地上坐着，第2天早上起来，我还是想跟他和好，但是他还是不同意。后来我就想这么一折，自杀。他当时他拿着刀，然后又往自己身上捅，然后捅肚子的时候，然后我拿手攥住了，第2刀我没攥住，然后扎到腿上了。缝了5针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说不能出人命啊，后来我就同意了。后来我就是怀孕了，然后他就不同意要这个孩子，我很想坚持留下来，他不同意，然后我很生气，我就回去了，坐火车。去哪儿了？我回我们家了。你既然这么死乞白咧的要跟人在一起，又有了孩子，你为什么不要呢？但他怀的孩子不是我。怎么不是？是他的。我凭什么相信这孩子是我的？你跟别人睡完觉了，你回来告诉我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我怎么相信？真的假的？那是后来那个他师傅那儿就是有事儿跟他打电话让他回老家，就是因为我们俩吵架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我们认识一个男孩。后来有孩子了是吧？孩子是谁的？孩子就是他的。孩子就是他的。那他为什么不认呢？
就是头元旦，然后我跟那个男孩我们庆祝了一下，然后也就是说也喝了点酒。我你跟那个也不想男孩庆祝了一下，又喝了点酒，真行啊！这是后来我去找他，他非要让我去他家过年啊，但是我也很想他。不是你怎么想的？你跟他分手了，都跟那个男孩喝了点酒了，你还找他干嘛去啊你？其实后来就像您说的，我是不该应该找他，但是我就是说，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男的，他跟我是同龄，但是他后来告诉我不能跟我在一起。所以你不信那孩子是你的是吧？对，我心里没底。多大的时候做掉的？是在4个月以后。引产啊？是因为他不相信那孩子是他的是吧？对，因为我找他以后，他很生气，后来就说让我去做掉，我不同意，我很想留下。我说怎么孩子不是你的就是你的？他不同意的时候，他还打我，然后带我去医院。我很想留下这个孩子，然后我就跪着求他，我说孩子就是你的，我希望你能把他留下。哎，又不是你孩子，你凭什么带人去医院啊？他背叛了我，我不能我不承认这个孩子是我的，我也不能接受他。那你今天来干嘛的？我已经绷不住了，我跟你说。我这2年我很想他，我每天都在哭，我不吃不睡，我都在想他，但是他那么无情。你今儿来干嘛的呀？我是想见他一面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咱们坦率一点，好吗？主编找到我说他这2年过得很苦，只想见我一面。啊，你就来了。所以我就来了。你心里还有他吗？曾经有。现在没了是吧？对。这因为他背叛你是吧？对。你明明知道他背叛你，你又认为那个孩子不是你的，对。你为什么逼着人家把那孩子打掉？我就认为他不是我的。那你为什么逼着人家打掉吗？不是你的，你凭什么让人打掉吗？他背叛了我，即便就是孩子是我的，我也不会要的。那会儿他要跟你分手，你为什么不肯跟他分啊？我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在他身上我能找到一种像母爱有那么一种依赖感。他像你妈是吗？有那种感觉啊。那你更不能离开他啦。你是不能原谅他出轨是吗？对。我知道我不对，我也不是有意的，我也很后悔，我也很忏悔。但是这个事情你必须做出来了。唉，你们5位看看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可以问了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这女生特可恨，虽然我也是女生，但是我不理解你，也不同情你，我觉得你特别可恨。你到了这个年龄，应该是个成熟的年龄。你在火车上的邂逅的话，应该是你失去了一段感情。那在你失去一段感情，你的痛苦产生了以后，你应该更慎重啊！啊？对。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问题呀，妹妹？我特别不理解，真的。所以我在这里我奉劝你，真的，我们活得坚强一点行吗？我们活得自立一点行吗？自重一点，自爱一点。那么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好不好？不要去求，更不要去软，坚强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海霞姐刚才说那几个词儿挺好的，自尊自爱啊，这个说的非常好。徐老师，我站在男的一边。其实任何一个男的碰到这种情况，女友背叛，这是所有男人接受不了的。这个女生，你用这种方式跟那个男生提出分手，真是不明智，真的不明智，真的，这是你的错，而且你要为你的错付出代价，所以你没必要在后边等他这2年，也没必要继续等下去。我想跟这位女孩说说话，可悲之人必有可弃之处。想想你一系列的那些时间、那些事件，火车邂逅、酒后乱性。你对自己来说没有一个原则的底线，一时脆弱，你的防线很脆弱，而且一时脆弱又永无止境的去脆弱，那你只能为自己的脆弱去买单，这对你的教训是深刻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反省自己，做到自尊自强。我个人觉得你们俩之间
不可能再有继续了。你只要通过你跟他之间这些事情，能够认识到自己，为今之计，马上反省自己，做出另外的选择，不是眼前这个男人。为什么？这个男人有严重的恋母情节，来源于他从小就缺失母爱。母亲的形象是庄重、包容、奉献、安全，可是你都没有给他。也可能你比他大6岁，这一点他在你身上能找到初期的那种对母性母爱的向往，但是后来你一系列的堕落的事情，严重的打击了他，摧毁了他对你那个幻想，他的梦想已经破灭了。你今天是来看他的是吧？是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觉得他算是个男人吗？孕妇带着你去医院里面堕胎，他甚至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，就赵川说的不是他的，为什么要带去堕胎啊？他有什么资格啊？这算是一个男人干的事儿吗？还自杀，笑话！真的，我跟你说真心话，当初你要跟他分手，干干脆脆分到底。你想要跟他复合，想要跟他好，就干干脆脆好到底，不要中间一波转折。我知道每个女人都有纠结，但有些犯下错是无法逆转。这件事里面你肯定是犯下了一个无法修补的错误。海霞姐说的非常正确，一个女孩子什么时候才有自尊，才有自爱，才能够让男人后悔，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。两个人都有共同的特色，头脑里面都没有自己的主。一个是萍水相逢的高手，一个是行为乖张的刽子手。女嘉宾永远不知道自己最终要寻求的是什么，所以我说你是萍水相逢的高手，几句闲聊就能够怦然心动。一个懦夫的自杀就可以绑架你的幸福，再来一男的，再给你来2杯小酒，又可以跟他上床。我本来以为这些年来若干年的等待能够让你活明白了，我本来以为一个4个月大的孩子从你身体当中剥离之后，你能从混沌的世界当中找回自己，看来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痛苦了2年之后，在失去了自己的亲骨肉，经历了重重打击之后，你居然还要去看一个不该看的人。所以我有一句话送给你，因为一时的寂寞而错爱，将来就会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。其实男生我在某些方面我还倒挺理解他的啊，因为为什么单亲家庭没有母亲，所以母亲在心目当中是个很圣洁的人，是吧？当寻找到这样一个形似于母亲形象的人的时候，他倍加珍惜。他用了小孩子自杀的要挟手段，威胁你在我的身边存在。但是当突然发现母性的圣洁和光辉被他亵渎了的时候，他再也不能够接受他，于是做出了那种所谓非人的行为。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也要除恶务尽。但其实他跟他一样，头脑里面没有自己的主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爱的是谁，要什么样的生活，乃至于今天这2个人再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依然是个极大的错误。所以我希望你们2人要截然的分手，分手之后也请不要轻易的去祸害别人，尤其是你这位女性，一个女人如果在生活当中都不明白自己要什么样的男人，要什么样的生活，你说你这些年是白活。所以说还是记得我那句话，不要因为一时寂寞而错爱，好好的再坚守几年，看你能不能想明白，能活明白了你再找。面对自己有的时候需要特别大的勇气。今天实际我觉得5位老师是在帮你们上一堂面对自己的课。想想过去，其实你不觉得你很荒唐吗？来，这位兄弟，把头抬起来好吧。我相信今天你能站在这儿，就说明你心里面可能还有对面的这个女孩子。但是这种有道理是什么？是恨？是今天看她的笑话？还是内心还存着一丝的惦记和思念？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有些东西是过不去的。你也要面对自己，想一想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，你在生活里面到底追逐的是什么，跟他分手的这2年期间，你到底内心是否还依然守候着他，这个
你们问良心就好了。接下来是你们俩的时间，一起进入黄金60。来吧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先向你曾经爱过的，并为他想付出生命的女人说点什么吧，兄弟。2年了，我觉得我对你问心无愧。媳妇做饭从来都是我干，我从来没让你沾过，但是你背叛我，我接受不了。我也无法说服自己原谅你。你能原谅你自己曾经对他犯下的错吗？唉，姑娘，轮到你了，见一面的愿望完成了，我们都让你失望了。来，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了？来，我希望能跟你在一起，因为以前你对我那么好，你就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我。我也希望你能给个机会，虽然说这2年我很苦，我哭的眼睛很疼，我做梦都会梦到你，我心里确实只有你，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。我知道是我的错。来，请亮灯。还没骂醒，别急着嫁人。35岁也不是天就塌了，不是这个世界除了这个男人就没别人。来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看好他们吗？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有87.5%的朋友是反对他们在一起的。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这对情侣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挺好的结果，这可以鼓掌。2扇空门，一扇代表了自尊和觉醒，希望这是他在今天节目的所得；一扇代表了不能原谅和坚定的走。祝他们幸福吧，因为生